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咱们今天继续分享超叔的玩具啊，分享一个比较另类的产品。官方当年的经典系列里面推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准破烂的一个产品啊，而且还是个半成品。这款是当年在经典2.0时期推出的。这个模具啊，惊破天变成坦克模式的，应该它有第三遍就是变成自走炮，但是这个自走炮呢被阉割了这也是之前最早也爆出来过的这么一个，就是这个模具推出很多年以后爆出来的消息所以怎么说呢，其实我个人都无法去形容这件事情，因为对于我来说呢，官方的产品啊，尤其当年经典线推出的这些产品，其实很少有垃圾。但是这一款我不得不说，这款完全可以定位为垃圾产品而且不完全确定或者小道消息透露，这一款是我最喜欢的设计师幸日佐治先生设计的。看来老幸也有黑历史不过呢，超叔的这一款还并不是当年经典2.0的这个原版，它这个是后续多年之后的重涂，也就是30周年限定的铂金套里面。那个铂金套的套装是叫补天士的崛起在那个套装里重涂的原版的时候其实涂装没有这么好看原版的涂装是这还是偏蓝紫色，原先最早涂装是那种茄子皮的那种紫所以怎么说呢14年的时候的再版铂金套，当时的那里面的补天士呢是更早的时候推出的钛系列的补天士，但是把核心都取消掉了，改成了塑料是那个套装里面，我估计有人买过。这个模具说实在话除了是个半成品之外，身上所有的这些地方，虽然变形方面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呢你会觉得这个玩具在你的手里不管是可能是坦克形态会完整一些，毕竟都是密合上的，但是这个人形你拿得起来之后，你感觉哪儿都是伞。而且背包后边的卡扣也非常的迷，这个卡扣非常的小，扣在这个里边，但是呢你会感觉它不是一个被锁死的一个卡扣，它是一个打扣稍微一碰立马就会开，所以说你在把玩的时候你不经意间碰到这个背包之后，会立马就会散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胸口我感觉可能是再版以后这个胸口就偏松一点了或者怎么样反正我感觉是因为整体的这个玩具的这个做工非常的烂，极其的烂而且包括这个腿，我忘了是哪条腿还非常容易掉这个小腿应该是这个，对，这个插装非常非常容易掉，尤其在变形的时候。所以说你能完整的把这个惊破天变字形的话是一个奢望所以咱们现在给它变成坦克吧希望不会掉件这只是我的希望但是我的希望估计不会成真首先咱们把这个惊破天的头，把胸口给它遮开藏进去，然后拳头收进去，肩膀打开，它是需要把这个通过这个肩膀的这个关节给它往上推到这个位置上，推到头，推到这里，然后呢这块的有个凸，你就需要把胳膊这样放在上面，把这个凸露到前面来是这样的一个收纳，胳膊放到上面，
然后呢，一个麻烦点就来了啊，这背包当然开了啊，这边还好，这边的背包和这边整个的，因为这个胳膊变的是炮台啊，所以说给它解锁之后呢，咱们需要给它让一下。为什么要让一下？咱们要把后边这个背包翻前面来，这块有挡。所以呢，我的建议是这样，这个背包的卡我先卡上啊，这个胳膊先横过来，然后这样再给它一点点让，即便这样还是有卡，看啊，就稍微的会好一点啊，然后再把这块再解锁开，把这块打开，扣上，然后坦克现在的这个卡扣是在这个位置，两边不是很紧啊。然后呢，本身这块的打口是和这里能够结合的，但是目前来说公差不是很准，而且包括这个卡扣也不是很有阻尼感，所以说就把它盖下来吧，别纠结把它卡得死死的，卡不上。好，然后这个炮台咱们先放到这儿，然后屁帘子给它翻开，这块翻开啊，腰给它转180度，然后就是咱们最熟悉的就是威震天也好啊，不管是威震天还是吉姆天，只要是变成坦克的话，一个最熟悉的套路，把这块板子打开，然后这个腿就可以往里推，脚掌翻过去，然后这个地方转180度，跟这个地方的这个履带配合上啊，然后这个腿从根部给它往上转，然后给它往上调，这一块盖上，这块盖上，然后呢跟前面这一块咬合上，盖好，这就是一侧的坦克，咱们就变完了。另外一侧也是啊，把这块给它翻起来，然后把这块往里推，小心这一块啊，我手里这款这个地方非常容易掉，把这块盖上，然后转过来往上翻，这块盖过去，这一片要先盖到里边，然后把前面的履带盖到这个外面去，这才是最后能够密合上的这么一个关键啊。就是这个卡扣对准了，哎，给它勾上就可以了。然后后边的两个脚对正，这块的板子盖下来，两个凸，给它和侧面的两个凹给它做结合，扣上，这块盖上，这块是前面啊，所以这个炮台翻过来，然后把它先拉起来一点啊，中间把这个炮台给它拉开，这个炮管手臂上的老经过天的炮管啊，给它往下压下去，里边应该是有卡吧，但是看不到。哎，然后里边的这个双关节给它压到头，大家你看前面这个卡扣就会炸。所以说这款一直在说做工有问题啊，最早那个版本我没有玩，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啊？但是我觉得原版最早的那个版本，可能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不是很大。原版毕竟材料各个方面、做工方面还是过得去的啊。最后这个手，咱们要和这边一个导弹舱折过来，然后放在哪儿呢？直接给它折到后边。
啊，这样吧，对，就这样，对，给它折过来。折过来的同时，后边应该是有卡点，看看怎么能给它卡上。好，炮台压下来，然后再看看哪地方有松的啊，再给它调整。OK， 好，这样这款铂金套啊，叫什么？补天士崛起啊，这套里面的这一款惊破天，咱们就变完了。其实啊，咱讲道理的说啊，这款的变形其实还可以，脑洞开的挺大的啊。你就像包括这个胳膊的收纳啊，包括两个胳膊的收纳，一个收纳到这里，一个收纳到上面变炮台啊，然后这个腿部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旋转收纳，其实还是有很多亮点的地方的，但是就是让人非常的不解啊，这个为什么这个模具会砍掉第3个形态啊？是预算不够了，还是成本过高了，还是怎么样？咱不清楚啊。反正如果他把那个形态都带上的话啊，我感觉这个惊破天应该不会到后期的舆论会这么差，也不会被人定位成垃圾啊。所以就是这个变形上，你总会感觉就是，你说它半成品可能都算夸吧，啊，其实就是没做完，或者做完了给你砍掉了，然后你就不明所以的去玩，有很多地方你会感觉非常纳闷，这就是这款模具风评很差的一个原因啊。其实后期是有了 MP 比例的惊破天之后啊，这个惊破天其实一直很长一段时间是官方惊破天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代表，因为官方没有出类似于像 G1那种造型的惊破天，哪怕这个也不 G1，但是它的造型是类似的，所以说很可惜啊。官方不仅对威震天不上心，对惊破天也不上心，所以这是很无奈的一件事情啊。行吧，最后还是感谢超叔支援的这款啊，这个铂金套的惊破天啊，这个呢就是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谢谢观赏。